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J Invest，我是 J。OK，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稍微不一样的一个节目哦。我来分享一个最近萨提亚纳达拉他所接受的一个采访。他在采访当中是提到了很多关于 AI 对整个科技行业的底层商业逻辑的一个影响，尤其是对于 Microsoft 这样的基于软体的一个商业模式的一个影响。同时，他也讲到了说AI 的大模型到底是在这个价值链里面是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大模型的重要性是不是有被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 Microsoft 他们自己对于OpenAI 的一个合作，会不会影响到他们自身的一个大模型的发展同时呢，微软的ASIC 晶片好像是没有其他的巨头们做得好哦。那萨提亚又是怎样看待的？我会打算做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因为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听这些大公司的 CEO 他们对目前市场的一个看法，对他们自己的商业模式的一个看法，对于 AI 这样的一个最领先的科技，它会对商业模式的一个影响，我觉得他们的看法会至少比我要懂得多，这也是绝对的一个一手信息，对吧？那对这些底层的商业逻辑了解足够多之后呢，我们就会对市场中的一些所谓的噪音信息，我们就会分得比较清楚。那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像是Google 在半年前、1年前被杀了只有100多块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都是讲说 ChatGPT 会杀死 Google，对吧？搜寻的这个入口就会完全被OpenAI 给抢占掉，对吧？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像 Meta 最近的股价也杀得很惨，就是说他们在 AI 方面的一个 Capex 支出实在是太多了，对吧？他们可能会入不敷出，对吧？OK，那对于这些的一个信息利空利好，我们怎样去看待它？就其实是需要我们对整个商业逻辑思维的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我们才会在这种时候面对这些噪音的时候，去想清楚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以此来做出最正确的一个投资决定。OK，那这次关于萨提亚纳达拉的这个采访呢，就是我想要第一次去做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果大家会喜欢的话呢，那以后我们就继续再做多一点这样的一个分享。OK，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这次采访还有被采访者的人的信息哦。那被采访人就是 Microsoft 的 CEO 萨提亚纳达拉。那采访他们的是2个印度裔的美国人吧。那其中一个就是SemiAnalysis 的主笔，还有创始人，就是上面这一位，他叫 Dylan Patel，Semi-analysis 就是分享比较多，像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个进展，然后各家算力的一个堆叠等等这方面的一个专业的信息，他们也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比较有名的一个存在。那这一位呢，他名字应该是念Dorcas Patel，他是一个有订阅超过100万个的 YouTuber，然后我看他的频道里面主要是对一些名人做一些采访啦，包括像是政治圈的、科技圈的。那有名的他就是请过像DeepMind 的那个 CEO 就是Demis Hassabis。就是拿了诺奖的那一位，然后也有像 Mark Zuckerberg、Meta 的 CEO 等等这样的一个有名的人物。OK，所以这2位也算是对AI 的行业是比较了解的2位采访者。OK，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采访的一个重点吧。那采访整个应该是有1个半小时吧。那这边呢，我就是把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6、7个问题把它抓取出来，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会加上我自己的一些评论，还有解读。OK，我会把这些，那重点就是在这里了。然后我会把这个视频打上那个时间码，然后大家就可以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那个问题去听，好吧？那同时呢，我也是把我总结出来的重点还有解读，用中文的还有英文的都写了下来，然后我之后会发表在我的 Patreon 上面。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看，然后我的 Patreon 会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就随意的去观看就可以了，只要加入就好。OK，那这里面呢，不光是这些重点的总结，还有我自己对这个重点的一些想法还有看法，然后它会对这个产业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OK，好吧，那我们现在开始啊。OK，第一点就是萨蒂亚在采访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对这次 AI 的一个对产业的一个变革，他的一个量级到底是怎样的？首先，他提到说，他觉得 AI revolution 就是 AI 革命，可能是继工业革命之后最大的一个事件，最大的一个对我们经济还有社会产生影响的一个事件。OK，然后他也提到说，
它虽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但是它真的会对我们的 GDP、对我们的经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加速的一个增长的一个作用，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哦。那比如说像之前的工业革命就是蒸汽机发明的时候从蒸汽机发明到它真的对经济增长有一个很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之间可能隔了70多年才起了一个明显的作用。那 AI 的话呢，可能不需要那么久，但可能也需要像20年到25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才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一个长足的影响。那目前 AI 从算是 ChatGPT 的 moment 开始到现在也才2年多吧，所以 AI 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我们还需要更长的一个时间窗口才能看出更明显的一个变化。当然目前我们其实也能感知得到了，对吧？这个里面我能解读到的就是说大家还是要边看然后边思考，然后不要 FOMO， 慢慢去观察，去明白这其中的底层逻辑。OK， 所以为什么会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对产业产生影响呢？这其实很正常了。以之前的工业革命去举例子的话，就是你一个技术从它发现到能够渗透到整个经济的各行各业，它当然是需要时间的，对吧？比如说蒸汽机发明的时候，刚开始只能是在一些工厂里面，比如说是纺织机等等，去做一些生产的东西。那后来你把蒸汽机做到交通工具，比如说像是火车轮船那你就大大的提高了这个物流的速度，对吧？商品运输还有流转的一个速度，那整个这个经济的活力就会推到了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级别。那你的 GDP 的增长就会有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那 AI 也是类似的。那目前的话呢 ，AI 还是对一些具体的一些任务它处理的是比较好，但是对于一些就是 software 2.0的，就是软件2.0的这些任务，需要一些创意的，然后无法被完全认证的一些任务，它还需要一段时间去掌握，对吧？同时呢，它对物理 AI， 比如说像是 FSD 然后机器人这方面，它的渗透才刚刚开始，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长一点的一个时间窗口去看待它。OK， 这是萨提亚谈到的第一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主持人问到说，目前 AI 对微软的一个商业模式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以前的software as service 就是软件的一个商业模式，比如说像 Windows， 我开发出这一个软件这一个套件，我给你用就好了，没有任何的一个额外的成本，对吧？你只要买一个 license 你就去用了。但是目前你涉及到 AI 之后，比如说 Microsoft 的一个 Copilot， 对吧？只要有人订阅，有人在用，它用的越多，它就会消耗越多的 AI token。也就是说，在 Microsoft 这边的一个成本，它会随着使用者的一个使用量的一个提升而变高，所以产品的销售成本 COGS 就会增加，对吧？那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像之前的软体的这个服务那么赚钱，对吧？那这对微软的一个盈利模式会有怎样的影响呢？那萨提亚是分了几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他觉得大家付费的模式还是类似的，像以前大家订阅软体的话，就是月费的订阅年费的订阅，对吧？那目前对于 AI 的 model 主流的也还是这样，不管是 Google ChatGPT Gemini XAI 这些都还是我1年订阅我花多少钱，然后 Pro 的话我又再加多少钱。那这付费的模式里面自然就涵盖了他们可能的一个使用量，对吧？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萨提亚提到说，以后的一个软体及服务 SaaS 的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可能会变化，就会变化成像一个infrastructure as service， 就是基建及服务，就是基础设施也会变成整个服务的一部分，对吧？因为最新的这些软体，你的使用你要消耗这些 AI 的 token， 那你如果没有像基建方面的一些支持、算力方面的支持、存储方面的支持，是无法去实现的。那新进的竞争者想要进场的一个门槛就会变高。那微软他们在掌握这个商业模式之后呢，他们是有一个议价的一个空间一个定价权的，对吧？那同时呢，微软他们会想要去涵盖所有的一个需求，也就是所谓的一个长尾的需求吧。不管你是大的企业还是小的消费者，你是要训练还是推论微软都会去 cover 这方面的一个服务。那在它能够提供所有类型的一个服务的基础上，他们就可以依据他们的这些用户的一个需求去定合理的价格来满足这的一个 margin， 对吧？但首先的话呢，就是你要占据这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对不对？那第三点呢，微软他们是相信说 AI 的需求可能会把整个市场变得很大，变得更大，就像之前的 Cloud Service， 对吧？那最初的 Cloud Service 在出来的时候，就是说我只是把传统的一个企业的服务器搬到云上，只是这样而已。但后来他们发现说，在
cloud service 变得越来越多之后呢，很多创业者他们就有了一个杠杆，就有了一个选择说，我本来可能不想去做这个 business 的，但是我发现，原来 cloud service 这么好用，那我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我的成本就没那么高，对吧？所以又有更多的一个新创公司，还有那个创新的活力就被带动了起来。那微软它是相信说 AI 之后也会有类似的一个效果，就是以前的 AI 模型训练你需要超多的算力，你要买很多GPU 回来，对不对？capex 很夸张。那现在这些 CSP 都在提供这样的一个算力，很多创新的一个需求就会被激发出来。所以微软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看待就是说，这个 AI 的市场会变得越来越大。那作为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然后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占取更多的一个市占，那这就会让微软最后有一个定价权，可以让他们的 margin 走在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道路上。OK。那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问到一个我觉得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这个 AI 的模型，目前微软处于一个落后的一个状况。OK，虽然他们有自己在开发自己的 MAI 模型呢，就是大的一个语言模型啊，像是 ChatGPT 像是 Google 的 Gemini 这样的一个模型，但是他们目前的模型的水准还是不太高的一个状况，不同方面的一个排名就是在10几位的一个位置。那他们的 Agent HQ 业务呢，就是里面会嵌入到很多别的公司的模型，比如说像是 ChatGPT Grok。然后Gemini Cloud 这些别的公司的一个大模型，然后让在客户使用的时候，他们可以去选择去使用哪些，或者是这些模型配合使用等等等等。那这个会不会对微软的一个业务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你要用到别人的模型嘛，对不对？你不是自己的，那你自然是要付一些premium 的。对吧？同时呢，那个Dylan Patel 他也是提到说，像 Anthropic 他们做的Cloud 对吧？他们目前把这些Cloud 给他的客户去用的时候呢，他们收取的这个 margin 是非常高的，目前是达到60%。那是否意味着这些模型会把整个价值链当中的大部分的利润都给吃掉呢？那留给像微软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提供者，它的利润是不是就变得很低？对不对 ？OK， 那萨提亚在这边提到的就是说，他觉得模型并不是全部。OK，价值来自于说模型再加上整个的这个 scaffolding，可以理解为一个架构吧，就是端到端的一个架构，可以让使用者有一个完整的使用体验。比如说，对于微软的一个 GitHub 这样一个编程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应用，那在这个里面，你编程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帮你来进行编程的一个模型。同时你在编程之后，你会有一些存储，然后还有 repo 这样的一个对之前的一个编程的版本的一个提取的一个过程。同时，你部署了你的 AI 模型之后，你可能还会有一些资料存储的一个问题，还有监督的一个反馈的一个问题，等等等等。那这一整套的一个端到端的服务呢，你想对于一个创业公司或者是个人的一个工作者，你想要把这些都搭全，你是需要很多的一个成本的。那微软就可以提供这一整套给你从基础设施到应用到你所需要的一个模型，它都可以提供给你，对吧？那这是单一的一个模型它无法去做到的一个事情，所以微软就是能够提供这个所谓的一个终端使用者的一个运算的基础设施那它也给大家一个选择权去使用怎样的一个模型，所以微软他们是相信说，在满足这样的一个长尾需求的一个状况下，他们还是能够在这个生态系中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OK， 所以这边我的看法就是说，萨提亚他是有提到说，这些长尾需求里面呢，这些需求可能是碎片化的、多样化的和专业化的，没有一个模型可以满足这所有的需求。那从头到尾的一个整套服务呢，你就不仅包括像是模型这样的一个工具，对吧？你还包括基础设施，包括存储，那这些都是微软可以去提供的一个服务，而且他们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很久了，他们的云服务，对吗？另外一方面就是微软他们在满足这些长尾需求的时候，也把他们的风险给分散化，就是他们可以满足不同种类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客户就是更分散，就不会说我只为几个大的客户去做特定的服务来赚取他们的钱，对吧？那这样的话呢，集中化的风险就会被分散掉。OK， 那这就是第三个问题，萨提亚他对模型的一个看法，就是模型并不是全部，你怎样去用这个模型，让这个模型来帮助你提供价值才是最重要的。那微软就是要做这个脚手架，让这个模型可以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来收取用户的一个服务的费用。OK， 那第四个话题呢，就是主持人问到萨提亚说，目前 Microsoft 他们主要用的一个模型还是 ChatGPT 的模型，比如说他们自己的 Copilot 里面用的都是 ChatGPT，然后可能会自己做一些
优化和改动等等。那 OpenAI 如果在7年之后和微软的一个合约到期之后呢，那这个会对微软有怎样的一个影响？因为微软他们目前自己的模型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状况，对吧？OK， 那萨提亚这边他是回答到说，微软做的 AI 相关的一个 research 相关的一个研究呢，主要就是2个部分嘛，对吧？那你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 focus 在怎么用这个模型去做出来一个产品，对吧？然后直接去盈利。那第2个方向呢，就是你去开发、去投入，然后去开发自己的一个前沿的模型。那微软当然也在做。我听出的意思就是说，微软他们其实在更着重的是先怎么用这个大模型去赚钱。比如说用 ChatGPT， 他们既然有投资OpenAI， 那就充分利用他们的优势嘛，对吧？ ChatGPT 是现在最好的模型，那我就先用 GPT， 对吧？把你整合到我的 Copilot 里面，然后我就先赚钱了，对不对？那我在变现的道路上我已经跑清楚了，那与此同时我再去做自己的前沿模型，对不对？那等合约过了之后，我就再用自己的模型就可以衔接上，因为我已经在赚钱了，我抢到了这个市场，那我再提供一个模型，我再去把这个短板补足，我就可以比较可持续的一个发展下去，对吧？我这个逻辑我觉得其实蛮正确的，而且这边萨提亚也是提到过，他们已经在组建自己的一个 AI 的一个团队了，那里面的人才呢就包括之前来自Google 的 DeepMind 还有 Gemini 的一个团队，然后他相信他们之后在 AI 方面的一个进展也会变得更快一些，他目前也不是说特别的差了。 OK， 那这边他又重申了说，模型不是最重要的，给用户提供整套的服务才是最重要的。那目前它是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一个模型Codex、Grow 这些，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你一个模型就是不够的，所以我能够整合所有的模型进来，这本身也是一种优势。他也相信这种格局以后不太会改变。OK， 那这是第4个话题。那第5个话题呢，就是主持人有问到说，在2024年底的时候，微软是有暂停他们的data center 他们的资料中心的一个建设。那是为什么呢？是看到所谓的 AI 的 bubble 还是怎样的吗？那萨提亚是在这边非常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这其实也跟他在这次的财报里面回答一些问题是很有关系的，是自洽的一个回答。那他首先提到，这不是因为需求的下降，这是因为微软想要去仔细的去评估他们的投资的一个决策，关键词还是 fungibility， 就是可互换性。我怎么去保证说我这个算力的 fleet， 就是我的这些 GPU、CPU， 我可以满足各种各样的一个需求，不光是客户可以用，我自己可以用，不光大的客户可以用，小的客户也可以用。那这个 fungibility 这个可互换性就包括说是我可以适用不同的一个 workloads 工作负载，从训练 training 到推论 inference 再到 data gen 就是资料的生成等等，我都可以去 cover， 而且我也想要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去建这些 data center。像在 US 的话，我就是不同的地理位置，北边南边都做。那像亚太地区，他也举到例子说，好像是想要在 India 那边，在印度那边去投资一个等等。那这就是满足不同地区的一个算力的一个需求，同时他也想要拉长这个投资的时间窗口，就是因为像 NVIDIA 这样的一个晶片制造商，他们的创新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如果我就在这1-2年内把所有的投资都做下去，那我买到的 GPU 都是在2年之后就看起来就没那么新了，因为到时候又有2代新的出来的，对吧？那这也是很没有优势的。所以他就想说，我把时间窗口拉长到 maybe 3到5年，那我每一年都可以买到最新的这个晶片，这也是降风险的一个举动。所以这边我整体的一个评价是非常的积极，我觉得他们这个做法是非常聪明的，这个可以大大降低目前 Capex 支出过高的一个风险。那大家在看到说 Capex 支出过高的一个状况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想一下，这些 CEO其实比我们更担心Capex 支出过多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如果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些 AI 已经在赚钱了，而且我们已经尽可能去降风险， AI在不断的推动我们的创新，给我们带来新的收入等等等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相信，对吧？那 OK， 那这边我的看法就是，之前微软他们可能看到了一些集中投资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像 OpenAI 这样的一个大客户，如果给他们一下子投入太多一个 GPU 的话呢，对他们自己的灵活性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他们的可互换性，一个通用性。那同时他们拉长时间窗口，就是去涵盖着整个的一个不同时代的一个 GPU。那同时微软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他们降低了自己的一个直接的 Capex 的一个支出，但同时他们也向 Nebius 这样的一个 New Cloud 的供应商去租赁他们的算力，就是说他们的
他们目前的一个服务还是供不应求的，但是他们不想要去自己花太多 capex 去投资这样的一个 data center， 然后为了保持自己的灵活性呢，他们就是在有需要的时候去租赁其他云服务商的一个算力，可能会成本高一点点，但是他们可以隔离自己的一个投资的风险，然后保持自己一个灵活性，也让自己的财报收支会变得比较稳定一点。所以整体看下来，我觉得 Microsoft 对于 Capex 的一个支出还是非常的小心的，就和我之前对他们财报的看法一样。OK， 那这就是第5个话题。那第6个话题就是关于微软的 ASIC 啊。我们前2期视频刚聊过 ASIC 方面，微软的进展确实没有像Google 还有 Amazon 那么的前面。OK， 那这边 Satya 他的一个解释就是说，我也觉得 make sense 啊。当你去做自己的 ASIC 的时候，就是首先你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嘛，对吧？你就是要先自用，先在内部使用，你才会花很多钱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研发，对吧？比如像 Google 的话，因为 Google 它本来就是最先做 AI 的东西，那他们对这方面是有需求的。在2014年开始做的时候，他们也是用他们的 TPU 去做自己的所有跟 Tensor 有关的一些工作的负载 workload， 对吧？那到他们的Google Search， 然后到 Gemini， 然后他们的模型又做得很好，那它就需要去在 TPU 这方面一直有不断的一个进展。那 Amazon 的话也是类似，他们也是先满足自己的自用。那微软呢，他们刚开始并没有做太多自己的一个模型方面的一个研发，所以他们在自己的 ASIC 芯片呢需求就没那么迫切，那自然就没有去做。但是他也提到说，如果需要做的话，就算没有自己的模型，他也可以去和 OpenAI 去一起去设计自己的 ASIC， 去做这方面的一个使用，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去使用 OpenAI 这样的一个 IP。这边我的看法呢，就是Microsoft 他们之后应该还是会继续做他们的Maya 的一个芯片 ASIC 的一个芯片，直到他们可以比用NVIDIA 的 GPU 会来得更便宜。OK， 当然我觉得他们的优先级可能还是想把变现，就是怎样去用模型用 AI 去先给自己抢占那个市场这方面作为第一个优先级，所以ASIC 的一个晶片可能会慢慢的去做下去。OK， 第7个话题就是主持人有问到，他说在目前的一个两极化的一个世界，美国 versus 中国这样的一个世界，美国的科技业如何和中国竞争呢？尤其是中国他们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部署是有这种有举国之力的这样的一种优势嘛。那萨提亚在这边提到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他觉得美国的科技或者科技公司最重要的特质不是创新，而是信任。因为 AI 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工具，非常强大的一个能力。尤其像现在一个概念叫做 AI sovereignty， 对吧？就是 AI 的一个主权，每个国家都想要建立自己的 AI 主权，因为都不想要在 AI 这个竞赛中落后。而且 AI 这么重要的一个工具，如果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国家可以去帮助另外一个国家去建立这个 AI 的一个主权，那它需要一个非常强、非常强的一个信任关系才行。就是我要相信你可以帮我建这个 AI 主权，但是你又不会干预我的主权。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任关系啊。那讲到这里，它就会有点像是一个政治方面的一个博弈了，就是说你如何在这个阶段去建立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任，不同的国家这个世界对你的一个信任可能会比你在模型方面一个进步更重要。因为如果说你的模型很厉害，可是你会想要把它当做一个条件来要挟我，来干涉我们国家的一个主权，那我宁愿不要用你，我宁愿会用一个可能看起来没那么好的一个模型，但是它不会干涉我任何的一个主权，对不对？所以他觉得说美国更重要的还是继续去维持这个世界对他们的信任。这不仅限于科技领域了 ，OK。同时，他也对 AI 模型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结构进行了一个预测，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要避免这个集中化的一个风险。比如说，我如果想要建我们国家的一个AI 的一个主权，我可能会选择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国家来帮我做，但是我也希望我永远有一个选项，就是说，就算你这个国家或者之后。或者这个公司你之后突然说不要帮我做了，或者说你想控制我的 AI 方面的一个独立性，那我还是可以选择说 OK 这边有一个开源的一个模型，我可以自己优化一下，我可以暂时来用，而不会完全受到你的一个控制，对吧？所以基于这样一个博弈论的一个存在，还有风险控制的一个存在呢，萨提亚是觉得说单一主导的一个 AGI 的一个模型，一个 AI 的模型应该是不会存在的，就是不会说有一个模型像是可能我 ChatGPT 我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所有人都会选择我来用不会这样的。然后同时呢，他觉得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开源模型
会让大家来使用，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或者没有那么强的国家可以去保持自己的一个在 AI 时代的一个独立性。OK， 那这边其实也呼应了前面他所提到的，他觉得模型不是最重要的。然后我想了想呀，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模型的话是好事，如果你的模型没那么好呢，可能也没有那么糟，对吧？你比如说像是 Meta 他们的模型也没那么好，Microsoft 他们模型也没那么好，但是如果你能掌握到怎么去变现这个模型，你在这个系统中找到你自己的一个生态位，抢占好自己的市场份额，之后模型可能真的就是一个 commodity， 它就是一个大宗商品，你懂怎么去用它，怎么去变现，可能会更加的一个重要。OK，那这就是我这一期关于这个萨提亚纳达拉的一个采访的一个总结，还有分享。那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呢，就是第一个 AI 模型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大宗商品。你懂怎样去利用这个大宗商品，你懂怎样去利用这个工具，建立起自己在这个新的经济系统当中的一个生态位。比如说像是微软，他们就是要去建立一个端到端的一个服务提供从基础设施，然后到模型，再到一个 scaffolding 一个脚手架的一整个架构，让这个消费者还有企业用户，他们都可以用一个低成本的一个方式，灵活的方式去拿到一个一整套的解决方案。OK。那同时呢，微软他们对于自己的 Capex 也是非常的审慎，就是要去尽力的去多元化，去diversify， 去降低自己Capex 投入的一个集中的一个风险，让他们自己的算力的一个 fleet 一个机群可以有足够的一个多样化，去满足不同的一个工作的负载，然后放在不同的一个地理位置，然后可以去拉长时间窗口，去 cover 整个不同时代的一个 GPU， 让他们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风险降到最低的一个程度。OK， 同时他也预测说，之后的一个大模型的一个市场可能就会变成有一个非常好的开源模型，再加上很多个闭源的一个模型，同时单一主导的一个 AI 的模型应该不会存在，因为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市场结构才会满足不同的公司还有国家主体对这个 AI 主权的一个诉求，然后才可以避免这个集中化的一个风险。OK， 那这就是今天我关于这个访谈的一个分享。那像最初提到的，我会把这个访谈分享的一个文字版中文版还有英文版都发布在我的 Patreon， 大家可以来我的 Patreon 来阅读还有交流。然后我的 Patreon 是免费的。OK， 那大家如果对这期的视频有兴趣的话呢，就欢迎留言点赞。如果反馈比较好的话呢，之后我会去做更多这一系列的视频分享给大家。OK，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 J，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